先来看一段视频。说到画完这个东西，又不得不再挖个坑了。所以一幅画究竟怎样才叫画完呢？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告诉我。填坑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好吧？因为这次我和我的小店一拍即合，我选了一些你们在别处挺难看到，但很漂亮、很独特、也很动人的装饰画。联系了一位在传媒组教授的老辈子，牵头研究笔触和色彩，找了几个油画系的研究生来执笔，全程纯手绘，100%进口油彩颜料，质感非常顶，绝对不是那些打印画和丙烯画能够碰瓷儿的。另外，实木框架、油画布、清漆啥的也都标配，耐久度这块放100个心。现在有 KA 优惠、粉丝优惠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评论的栏链去看看。目前上线了3个产品，因为工期偏长，其他一些霍普、莫兰迪之类的还在制作中，可以期待一下。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我特地选了一幅塞尚的圣维克托山，懂的都懂，这其实挺冒险的，但我真的很喜欢塞尚。而且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画完与否这个议题上时，世界上还没有谁比塞尚更有代表性呢。可能莫里索算一个。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弹幕说一声，下期安排。首先，我想发表一个很讲道理的暴论，那就是塞尚的魅力绝对不在于什么打破了透视，用色块表达体积、平衡坚实的结构等等。当然这些说法都没错，但过于在意它们，其实是会逐渐磨灭掉你对于塞尚的耐心和理解的。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都是后来的艺术家和研究者们赋予给塞尚的价值，他们确实可以定义塞尚的理念，锚定塞尚在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却无法呈现塞尚真正的魅力。因为主观上来说，塞尚绝对不是抱着我要打破透视了这样的想法去创作的，那是毕加索做的事儿。所以我善意的揣测一下，很多人应该都是聊起塞尚来头头是道，但内心深处依旧对他无感的。但其实要想理解塞尚也没有那么高深，那就是一个理解什么叫做完成的过程。只要你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件作品可以被视为完成，那么你肯定就能够感受到塞尚那沁人心脾、感人肺腑的魔力了。这里想先和大家探讨一下，你们觉得莫奈的画算是画完了吗？可以想一想，发一发弹幕啥的，我一会儿来说自己的观点。那么长期以来把控线条都是艺术中的必修课，所以从文艺复兴那些老辈子到新古典先驱普桑，再到后来的达维特和安格尔等等，都有着极强的素描功底。特别是安格尔啊，他曾说过素描就是艺术的脊梁。新古典的绘画也都是先起线稿，再一点一点往里面填颜料，一层一层无比精细，直至看不见笔触，画面呈现出一种大理石雕像般的光润时，这幅画才算是画完了。如此创作而来的作品都有着坚实的构图和形体，是一种理想美的具象化。于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个被新古典浸染了上百年的社会中，莫奈那种潦草且快速的涂抹就被批评为了未完成，就像印象一样，是简陋、肤浅、未经思索且毫无价值的。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已经挺难再把印象主义的作品归入未完成的范畴了。尽管确实没有扎实的线条和结构，甚至有时候连构图都显得很随意，但它们的完成度是体现在另一个方面的，那就是对于光影的表达。我始终认为，艺术家对于技法的选择并不能成为评判他作品完成与否的标准，因为核心应该在于艺术家是否抓住了他想要抓住的东西。所以用笔法潦草这样的理由来佐证印象主义的作品是未完成，其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新古典艺术家想要抓住理想的美，印象主义艺术家想要抓住瞬时的光，他们都抓住了，所以他们的作品都
应该属于是完成、纯完成，而且是毫无争议的完成。尤其是莫奈啊，他对于光影的把握其实是非常细节、完整且清晰的。你能看出秋高气爽、春意盎然，也能看出微风徐徐或是寒潮阵阵，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But 啊，塞尚不一样，你别看他现在被归为后印象主义，好像晚了一个时期似的，但实际上他生于1839年，比莫奈还年长1岁。而在塞尚的画中，所有的叙事性和描述性都被消解了，他落下的每一笔都清晰可见，而所有那些笔触或激动、或谨慎、或困扰，都在憨厚且诚挚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正在发生。叙事性强调的是一件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比如勾心斗角的晚宴、芭蕾舞课的日常琐碎等等。但塞尚的作品不叙事，洗澡就洗澡，玩牌就玩牌，这种既没有剧情也没有隐喻的画面，也正是大家觉得他的作品很寡淡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更绝的是，塞尚不仅不叙述，他甚至也不描述。老一辈的作品自然无需多言，就算是梵高笔下那些掺杂了大量形变的肖像，你都还是能够清楚看出他是在向大家描述那是个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塞尚笔下的大嫂呆滞僵硬，完全看不出任何特征、神态或是情绪。我面前的这个人就好像是个木桩啊！再来，这是雷诺阿去拜访塞尚的时候画的圣维克托山，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在给我们讲，看，这片风景是长这样的。但塞尚的圣维克托山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你甚至会觉得他在说风景？啥风景？嗨，你管那玩意儿干啥？这就是描述性的缺失。塞尚晚期的作品全是这样的，叙事性和描述性这两个艺术中原本最不可或缺的特质，全都被他给扔掉了。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作品总是透露着一股对于描绘对象的漠不关心，画面显得呆板木讷，没啥活人感，让人难以产生共鸣。但是支撑在这个选择背后的，其实是一个极为先进的观念上的转变。塞尚看重的，从始至终都只是画画这件事本身而已。比起叙述某个故事、描述某个对象、完成某个预想中的结果，他更在意的是创作过程中的摸索和尝试。塞尚这个愣头青当然是解释不清自己的这些想法的，好在他有个嘴替，那人名叫马蒂斯，差不多就是在塞尚去世那一年，马蒂斯也因为一系列出格的作品正遭受着各方的质疑和声讨。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Monsieur， 我不是在画一位女士，我是在画一幅画呀。起初人们并没有在意，以为那只是一个破防艺术家的诡辩，但后来有了蒙德里安和米罗，事情开始不对劲。再后来又有了德库宁和波洛克，人们这才意识到，原来那根本不是诡辩，而是预言呐。
花了不少篇幅来讲塞尚，但这既不是偏题，也不是为了宣传我那些川美教授牵头、油画系研究生执笔、进口油彩全程正式绘的装饰画，而是因为我们如今所有这些关于完成与否的探讨，都是从塞尚这里开始的。他用他诗意的一辈子向我们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艺术并不一定非要是结果导向的。在塞尚之前，完成是一种义务，艺术家有义务去填满画布、交代场景、斟酌构图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品的存在是被动的，是被艺术家全权把控的。他们的完成有着一个清晰且固定的时刻。但从塞尚开始，艺术的终点不见了，完成变成了一种艺术家和作品之间的协商。它不是简单的客观上的做完了，也不是主观上的我觉得画到这里可以了。作品不再是被控制的对象，它们成为了有性格、有惯性、有回应的存在。塞尚在落笔前绝对不知道这座山应该被画成什么样，这棵树应该被怎么表达，这颗苹果应该被呈现出什么角度等等。他所做的只是在画布上寻找结构和关系，但这份寻找是试探性的，它的终点并不是找到，而是在某个时刻，画家感受到了画面的呼吸，听到了画面的声音，那声音分明在说 OK 了老哥 OK 了，于是他不得不停下，因为他清楚，如果再往前推进，作品这种活着的状态就会被破坏了。这个说法很玄，但我相信你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而更妙的地方在于，塞尚把这些尝试的痕迹，这些时间的痕迹都留在了画布上。所以颜料厚不厚重又有什么关系？画布填没填满又有什么关系？底稿露不露出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的本就不是一个个被封存起来的场景，而是一尊尊关于过程的化石。大家可以想想，你们在看化石的时候会在意那只恐龙是幼龙还是成龙吗？写伯鲁盖尔的《农民》那本书的苏利文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他说，当我们试图去证实一个新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时，大都会习惯性的往前往历史中去追溯，用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挖坟。比如说，为了证实风俗化的合理性，学者们挖来了斯多葛主义；为了证实文艺复兴的合理性，人们挖来了古希腊、古罗马。而20世纪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艺术家都在塞尚这儿挖东西，形体结构、厚薄变化、观察视角等等不胜枚举。但这其中最深远也最能够启发到我的，还是在于它删除了艺术的完成。这一点真的太了不起了。因为我们的世界，无论是塞尚那个年代还是现在，都是个口口声声说着过程最重要，但其实把结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虚伪又傻逼的世界。所以我非常庆幸还有塞尚这样的人存在过，因为他的故事无时无刻都在安慰着我们，完成还真就不是任何创造行为的必然终点。无论是绘画写作还是学习工作，重要的往往不是你最终交出了什么样的结果，而是你在过程中建立起了怎么样的关系，和手中的材料，和自己的直觉，和那个当下的世界。结果导向让作品成为了一个被封存起来的结论，而塞尚让它重新变成了一个有呼吸、有生命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迎合，因为此时此刻他们骄傲的身影就悬挂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越过时光和人潮，向外界讲述着我还在发生。